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第4次人类文明。在远古时期呢，太平洋的深处有一块神秘的母大陆，它的文明发展到巅峰的程度。然而在公元前12000年左右呢，母大陆突然沉入了海底，从此消失在了人类的记忆之中。据说那些幸存得以逃生的母大陆人呢，就逃到了世界各地。2个印第安的文明的传说呢，都揭示了整个灾难和逃亡的过程。他们说母大陆呢，就是现世文明的今生。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第4次人类文明。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对所有人来说呢，当今最有意思的2个问题就是人类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的到底是哪个地方？出现的时间离现在到底有多久呢？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应该已经知道了，那就是母大陆。其中的证据包括了一些书面文件、历史遗迹上的铭文、传说以及地质现象。那第二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因为曾经写下的那些记录现在都已经躺在了最深的海底之下。不过在挖掘印度圣人城寺庙遗址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发现母国的7圣书，它的最完整版本。那7本书或者是7个章节都讲述了人类来到地球上的历史。旧约就说呢，人类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呢，是在伊甸园，但是伊甸园的具体位置呢，没有达成一致。有学者就认为，旧约所说的伊甸园呢，就是埃及人所说的西方大陆，玛雅人所说的魁大陆和印度人所谓的祖国。所有这些地方的神职的名字呢，都是一个母大陆。现在我们跟随世界各地的古人呢，依照古人在各国留下的文字记录，排除所有的偶然的因素让母大陆更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北美和东亚呢，是人类在母大陆之前最先定居的2个地方。科学家在欧洲和美洲都发现了一些先人的骸骨，例如呢穴居人、皮尔丹人、海德堡人。可是兴奋之余呢，他们完全忘了北美古人的遗骸。从欧洲发现的遗骸和头骨呢，形状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些是智力低下或者是退化的人。毫无疑问，他们是被驱逐出了当时的文明社会。我们从都伊德教的经典、波波五经和其他的古代文献中就了解到呢，这些人被驱赶到了森林里面，像野兽一样生活和死亡。很多古代的文献都说过，远古文明的火葬是处理尸体的一般方法，所以这些人的尸体当时都会灰飞烟灭，所以也就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嘛。仅仅只有人类的骨头是不能够说明人类文明程度的，也不能够说明他们的生活方式的。那在北美呢，发现的古人的遗骸不多，但是有很多古人的创造，这就表示北美地区的文明程度是很高的。而北美地区发现由高度文明的人类的骨骸，时间可以追溯到第3纪元，比地理上的冰川期呢还要早几万年。在西部各州呢出现悬崖洞人和现在的印第安人之前呢，北美大陆呢已经有第4次文明了。而真正的悬崖洞人和印第安人很可能就是在山峦升起的过程之中存活者的后裔。那第4次文明通过他们不同的书写方式以及房屋的构造区分开来，写在鹅卵石上的文字呢，给我们讲述了曾经在这里居住的人不朽的历史。这一段历史确实很零碎，但是足够让我们明白这些人来自哪里，他们是怎么来的，以及他们的宗教和技能。现在呢，新墨西哥州的古代史呢，就是普韦部落印第安人的古代史。有关于北美古代居民的传说呢，大部分都与普韦部落的印第安人有关。他们最初来到美洲的时候呢，文明开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在他们中间找到了传说和资料都证实了这一点。上面就说所有从母大陆来到这片土地的北美人之中呢，普韦部落印第安人的记录和传说是最古老的。其中一个动人的故事就讲述了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的创生，就跟旧约里的亚当和夏娃是一样的。因为在某些词语隐含意义中还发现了当时母大陆所使用的语言，所以这些传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普韦部落印第安人有2个部落，分别呢叫做祖尼人和霍皮人。他们认为呢，有2个特殊的神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这2个神的名字呢叫阿哈因塔和马斯埃勒玛，他们是太阳神的子女。霍皮印第安人就认为男人和女人呢是统治太阳的伟大上帝的子女，所以呢他们不是自然的子孙。另外，男女的名字隐含的意义呢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的名字发的是母国语言的音，所以所有的古代的宗教经典一样，他们的名字都有特殊的含义。比如阿哈因塔呢是由母国文字阿哈因塔来组成的，那艾茨埃勒玛呢是由马泰斯艾勒玛来组成的。
组合在一起呢，含义就是上帝创造出一对男女在地球上居住。这些上帝的第一代子女呢，是所有人类的祖先。普韦部落印第安人的语言呢，包含许多起源于母国语言的词语。另外呢，还有一个传说是这样讲到的，里面就说他们的祖先是从日落的地方驾船过海来到了美洲，这就说明了他们是从西方通过水路而来到美洲的呀，不是通过我们所谓的航道白令海峡而来到美洲。普韦部落印第安人的第一次到达美洲的地界的时候呢，他们的文明程度就已经很高了，地理的知识丰富，语言成熟，并且使用母大陆神圣的符号。而且在普韦部落印第安人那里碰巧还发现了一件奇事，他们有7座希波拉圣城，这完全就是母大陆和母国殖民帝国的习俗了。母大陆呢拥有7座宗教以及科学的神圣城市，而亚特兰蒂斯和印度呢同样也拥有自己的7座圣城。另一个部落祖尼印第安人中有一个流传已久的神话，里面就说成千上万年之前呢，古代的祖尼人都知道很多大型的爬行怪兽的知识。这些爬行怪兽出没在石炭纪或者是白垩纪末期的地球，传说它们是大型的捕食动物，装备着利爪和圣人的牙齿，而美洲狮呢和它们比起来就像是一只鼹鼠一样。于是当时的上帝就对这些动物说你们全都会变成石头，你们不会再对人类行恶了，所以我要把你们变成不朽的石头。地面呢因此而变得僵硬，各种各样的野兽都变成了石头。我们碰巧呢在世界各地呢也都发现了这些石头，也就是恐龙的化石。有的石头的体积很大，有的被压缩成变得不成样子。我们经常可以在岩石中看到很多死去的野兽，才知道过去的一切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在亚利桑那州的哈瓦苏峡谷呢，那里有一块岩石上就画着有史以来最恐怖的食肉恐龙白垩纪晚期的暴龙。这幅图的年代呢超过了12000年，可是我们的科学家仅仅是在最近的100年才知道这种爬行动物的存在。但是在几万年前，古人就已经把暴龙的样子如实的画在了岩画里了。这就说明当时的文明的发展程度已经不容小视了。祖尼人也有很多关于洪水的不同传说，里面就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呢，祖尼人非常的邪恶，尽管上天不停的告诫他们，他们依然的冥顽不灵，直到隐形的人决定把他们从地球上消灭干净。于是呢，敞开了世界上的2大水源，天上开始储存所有的雨水和水池，以及地上的所有的泉水、小溪、河流，获取了所有的水源。那巨大的塞子呢，在天空中被拔了起来，雨水倾泻而下，洪水上升。此时祖尼人才知道上苍降怒于他们，他们匆匆忙忙的都逃到了泰约阿拉蕾，即是当时的雷山的山顶上。而那些邪恶跋扈的年轻人当时还嘲笑别人的恐惧，嘲笑呢天地间的洪水是不可能到达他们的高度的。然而洪水却慢慢的上升了起来，一点一点的增高。那些嘲笑的人慢慢沉默了下来。不同的种族的祭司们突然的都唱着祈祷着，他们做出浓烟，制作药物，分发礼物。可是上苍的愤怒呢仍然没有消除。最后祭司的首领在山峰上找了一块安静之地，他冥思苦想，更多是为了想要让人们与神调停。他最后回来就说呢，上苍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才可以消灭他的怒气，那就是必须要献上我们当中最强壮的年轻的男子和最美丽的年轻的女子，用合适的仪式呢投入到水中。而那些人听过祭司的话之后呢，大家都开始讨论应该把谁做成这么重要的祭品。有一个年轻的人长得像是一位年轻的神，他健美，容光焕发，面目清秀，当时所有的人都喜欢他。虽然没有人敢谈论只言片语呢，但是所有人的心中都认为最佳的人选肯定就是他了。而最年轻漂亮的女性又选谁呢？所有人的心中都认为呢，酋长心爱的独生女才是唯一配得上做牺牲的女子。当酋长抬起头来看人们选择了谁时呢，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女子站在他的眼前。于是他的眼中涌出了眼泪，他知道自己可爱的女儿要被献祭了。于是他把自己的女儿叫过来说了几句话，女儿恭敬地低着头站到了那名漂亮的年轻男子的身边。在场的人们都知道祭品齐了，人们仔细地给他们裹上了最精美的礼服，在他们的发间、手臂上都放着得体的装饰。2个年轻人准备好了，接着人们缓慢的小声唱起了哀歌，歌声呢越来越大，越唱越愤慨。之后酋长给2个人祈福，他们忍受着如此巨大的悲痛，一边祈求上苍的原谅呢，一边把2个人猛地就投入了翻腾的洪水之中。仪式进行的时间很短，
因为众人已经在山顶平地上的一块很小的高地上了，他们周围全是水。说来也很奇怪啊，祭品投入到水中之后，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啊，水位呢到达一定的高度，居然开始下降了。过去了一天又一天呢，一周又一周，山谷居然变干了。之后经历磨难的人们呢，终于都回到了他们的家中。此后不久，一个邪恶的年轻人恰好在往泰约阿拉山上看了一眼的时候，他居然清楚地看到了那2个人干干净净的就站在山顶的平原之上。他把族人们都叫了过来，大家都好奇而又敬畏地看着他们。他们都知道这是上苍给他们的一个信号。酋长呢，只身向他们证实这是他们献上心爱的人呢在天堂的样子。年纪大的那个是青年男子，而弱小的呢是那个女子。祖尼人说后来那个年轻的男女呢是向上苍哭诉，说他们很孤独，所以神给他们举行了婚礼。再后来呢，就有了2男2女4个孩子，他们生活很快乐。需要注意的是在传说中呢，酋长一词呢是奎氏玛雅语中的一个词语，原始的意义呢表示的是主要的领导。秘鲁的奎氏玛雅人语言是起源于中美洲，那现在呢叫做盖丘亚族，他们管首领呢叫酋长。在委内瑞拉，中美洲的卡拉玛雅人的后裔呢也是这么叫的。祖尼人有关于洪水的传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质资料，因为它证明了最后一次地磁灾难的洪水呢远远的超过了美洲的地质漂移线。普韦部落印第安人的各种传说他们的语言、神圣的符号等证据都证明普韦部落印第安人是从母大陆上来到美洲的，而母呢在12000年前沉没了。所以这些普韦部落印第安人至少在美洲的大陆上待了12000年。而美洲西部地区的这些古人呢，也被称为悬崖洞人，主要有几个特殊的部落为代表。那么这些部落呢，没有合并到一起，可能是属于不同的民族，因为他们的言书和言话使用的语言都不同。但是悬崖洞人肯定是从母大陆来的，因为他们的每一幅画都是用来指向母大陆的路标。事实上，悬崖洞人的这些言书和言话，除了艺术效果之外，其表达的意义呢，全部都涉及了沉没之前和之后的母大陆。此外呢，他们通通都使用了母大陆语言里流行的符号。那么这些曾经辉煌过的民族是怎么样变成了蛮夷的呢？这很有可能就与地质现象有关了。在第3纪元的地质时代结束时期呢，地壳里的太古气势呢已经被清理到了气体可以形成天然气带和抬高山峰的一个程度。这个时期呢，地球呢当时主要是由肥沃的平原构成，人口众多，天然气带呢形成之际上面的土地被抬高，就形成了山脉。一条气带穿过人口集中的平原，当时土地裂开了，大部分人还死了，只有少数人在断山之间幸存了下来。那些留在没有上升的平原上的人遭受了更多的苦难。而所有人呢都被大海席卷过陆地的海浪淹死。大浪不仅杀死了所有的生灵呢，也使土地变得贫瘠。有时候山体上升，中间还形成了大片的平原。曾经熟知伟大文明的人类呢，就居住在那一些山间的平地之上。工具和资源的缺失呢，使他们失去了所有的高等艺术和科学的知识，他们都变成了野蛮人，就这么的活着。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再一点一点的进化到了原来的水平。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呢，就是中亚伟大的回纥帝国。它的东半部是毁于旧约中所说的大洪水，从此灭亡，而西半部呢上升了，形成了喜马拉雅山山脉以及其他中亚山峰。这些山之间呢有很多高原，人们呢在这里存活，最终用自己的方式回到了各自的国家。那些幸存下来的回纥人呢，是雅利安种族的祖先。印度和中国呢都有很多的传说讲到过这些山脉的上升，以及死亡的生命和大动荡之后存活下来的人们。南非的祖鲁人的传说中他们的祖先是在北方山峦上升过程中幸存下来的，最后离开美国前往了墨西哥。那尤卡坦半岛呢是位于墨西哥的东南部，它从内地朝东延伸出一个半岛，北边呢是墨西哥湾，东部和东南部呢是加勒比海。尤卡坦半岛可以说是遍及古代文明遗迹了。中美洲和尤塔坎半岛形成了母大陆外的第一个殖民地，最终呢，它变成了一个帝国，名为玛雅。在这些遗址中包含了庙宇、陵墓、政府大楼，而这些建筑呢，全都是用石头砌成，部分或者是全部被土所掩埋。而完全露在地面上的建筑呢，据推测，它们的历史是从2000年至15000年不等。引用古书的话呢，似乎这些最年轻的建筑至少也有15000岁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就可以相信
它们大部分呢是15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这些巨型的建筑的墙壁的崩裂以及石头的落下呢，都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由地中央的气体在尤卡坦半岛下方游走的时候而导致了火山活动的结果。当时呢，这些建筑还完好无损的就站在那里。在乌斯马尔有一个古老的玛雅庙宇呢，人们把这个神庙称之为神圣的奥秘之殿。墙上的铭文连同丰富的神圣符号呢，本身就是一段史前历史的篇章。他们用巴比伦和埃及早期历史将古人类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建筑呢是姆大陆的象征，它是由3个部分组成，中间至圣所的门都是面对西方姆大陆曾经所在的方向。而在吴哥窟和柬埔寨发现的寺庙以及雕像相对应的面向呢，都是朝着东部消失的土地。其他的2个房间的门呢，都面对着东方。而在神圣奥秘之殿所发现的所有的符号中呢，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一个母的宇宙图表。我们之前就讲过这个图表呢是人类的第一个宗教。神圣的奥秘之殿的历史呢超过了11500年。在这座庙宇纪念的呢是西方大陆的消失。它消失后不久呢，亚特兰蒂斯也消失。勒普朗根在寺庙的墙壁还发现了这样的铭文，他就说这座大厦纪念的是母的毁灭，而神圣的奥秘呢就是发自于姆大陆。这些辉煌的古建筑令西班牙人敬畏，直到现在呢，敬畏一直存在。当西班牙人询问当地人的建造者是谁建造了这些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呢都是千篇一律的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是谁建造的，而印第安人自己也没有相关的传说。那是否能够说明他们的建筑者呢就是当时来到这片土地上的姆大陆人呢？而在11500年之后，尤卡坦半岛和中美洲下面的中心处呢，大天然气带蓬勃，就形成了灾难性的巨浪，而巨浪席卷大地，所以天然气带的岩石全部崩裂。地震中的大地呢，像是暴风雨中的树叶一样颤抖着，土地翻腾呢，像滚滚海浪。那地震冲击和震动就把玛雅摇成了废墟，随之而来的海浪呢，清理了一切生物，包括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因此呢，不仅建筑结构遭到破坏，建筑者呢也遭到了不幸。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灾难性的海浪在废墟的四周还留下了些沙石，有些建筑呢完全垮了，上面还覆盖着一层沙石。一些古埃及的缩草纸呢也提到过这一些大灾难，包括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和普鲁塔克呢也证实了有相关的记载。尤卡坦半岛的本地人的血统呢其实并不纯正，在那一次大灾难呢将玛雅毁灭后呢，幸存的玛雅人被亚洲的蒙古民族征服了，男子都被赐死，当时的女子呢变成了奴隶，被迫通婚所以体内开始流淌着蒙古的血脉。而灾难之后呢，当土地上又有了人居住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四处遍布的建筑到底是谁建的。科尔特斯验证了这个事实，当他入侵尤卡坦半岛的时候呢，陪在他身边的兰达主教就问了当地人，废墟原来是谁建的呢？他收到的答复是托尔特克人。那托尔特克人在玛雅语中的意思就是建造者的意思，因此他们的答案是废墟是由建造者建造的。兰达就在他著作中就说明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建造者是谁。值得注意的是，托尔特克人这个词不是表示一个人，而是表示就是个建造者而已，一个称呼。那玛雅帝国是由至少7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的，他们全都来自于姆大陆，也都是讲玛雅语。从那场大陆沉没的灾难之中逃离出来的难民就逃到了世界各地，其中一些人前往了中美洲成为了玛雅人，还有一些人呢建立了古埃及。所以归根结底呢，母文明到底存在与否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答案。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线索似乎都在暗示这个文明存在过，但是我们毕竟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过仍然有很多人都相信呢，母文明仍然安静地躺在太平洋的海底，等待着人们去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